嗨，大家好，很高兴又回到了我的频道，我是 CJ。今天的影片主题是 JPYC 抢头香，日元稳定币震撼登场。大家一定要把影片看到最后，才不会错过精彩的内容。那我们就快速来看到今天的第一则重点新闻，也就是 Surge vs Metaplay。每个礼拜一，大家应该都觉得是像在等威力彩开奖一样。没错，昨晚 Michael Saylor 又再次于 Twitter 上面放上了 Saylor Take Two， 而也就预示着今天呢将会再一次购买比特币。今天 Surge 又再一次购买了430颗的比特币，而这次购买的平均价格呢是在119666美元，总累积量已经来到了629376颗。然而呢，在日本有 Surge 之称的 Metaplay 呢，看着 Surge 加仓购买比特币，他当然也不甘示弱的买了更多的比特币。而他在今天呢 ，Metaplay 再次购买了775颗的比特币，总累积量也是个非常有象征性的数字，就是18888颗的比特币，代表着公司将要发了，而总平均的价格就输给了 Surge。落在了102650美元，所以机构正持续的大力加仓比特币。我们还需要担心价格是不是太高，还是要等价格回到了9万多美元的比特币才要再次的购买。大家可别到时候等到比特币涨到了15万美元才在问说还能不能购买比特币。要买赶快买个现货，放个10年。说不定下个百万富翁就是你们了。再来看到下一则新闻，全球最大主权基金，总资产高达 1.7 兆美元的全球最大主权基金，也就是挪威政府的全球养老基金，在第二季度的财报显示，又倍数的加仓购买比特币，而他们呢是以购买比特币持有第一名跟第7名的 Surge 跟 Metaplay 的股票。而主要呢还是以 Surge 的股票为主，相当于11200颗的比特币。另外呢200颗的比特币为 Metaplay 的等值的股票。而光是在第二季度的单一个季度就增加了 83%。其实不只是挪威主权基金在以购买 Surge 股票投资比特币，在5月以来呢，已经有很多各国的主权基金跟政府机构都在大量的购买 Surge 股票，等于就是说购买 Surge 股票就安心。最后我们来看到大家众所期待的，也就是今天的主题稳定币革命。目前全球有名的2大稳定币，大家应该都并不陌生，也就是 USDT 跟 USDC。目前稳定币市场总市值已经累积到了2860亿美元。就连现在各国政府也看上了这个市场。韩国总统李在明他在选前也承诺要打造一个充满活力与当地法币挂钩的稳定币市场，而目标呢就是要成为数位黄金时代。也就因为李在明最终当选了南韩总统，所以目前呢当地银行跟支付公司呢都抢着申请稳定币商标，将抢着这一块大饼，也就是稳定币的市场。就连南韩的当地4大银行也将于下周呢和 Circle 的总裁会面，也就预示着南韩稳定币将与国际第2大的稳定币发行商合作。说完了南韩，就要讲讲今天的重头戏，也就是日本允许使用日元与稳定币挂钩了。东京金融科技，也就是 JPYC 将于本月呢完成注册，并且呢成为了日元稳定币的发行商，而1日元呢就等于1 JPYC， 而且这除了美元稳定币以外呢，第2个国家发行了稳定币，这对日本的当地的金融呢与数位资产的生态意义重大。而且日债也能跟美债一样，成为日元稳定币发行商的大型买进的买家。而且日债也能跟美债一样，成为日元稳定币发行商大举买进的买家，作为了稳定币流通的资产。除了对日债的优点以外，
在旅游方面也更加的便利。到日本旅游前不需要先兑换日币，可以查询有跟日元稳定币合作的银行，只需要动动手指头就能快速的兑换成日币。数位金融将会带给大家更便利的一个生活。这以上种种利好的消息呢，将于秋天的时候正式推出日元稳定币 JPYC。这样大家觉得下个稳定币推出的国家会是南韩吗？欢迎在下方评论区留言。那我们今天的影片就分享到这边，喜欢我或不喜欢我的观众一定都要给我订阅、按赞、分享，并且开启小铃铛，才不会错过加密货币的重要资讯。那我们明天见，拜。